为什么我们上海要建设井字形的通道方案？从经济上来说，应该完全具备进行地下空开发地下空间。所以第一个是一个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也推动了我们实施的可能性。交通流量是城市的血液，血液堵塞了，城市体就无法正常运行。上海是一座具有100年历史的都市，交通道路网的形成并非建立在完美的规划基础上，而且只是展布在地平面维度，因此必然会有交通堵塞现象。为了减缓城市的交通堵塞现象，上海市政总院提出了别具一格的井字形通道设想。为此，我们今天请来了井字形通道方案的总规划师于明建先生。于总目前是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总工程师，他主持设计了上海外滩通道工程、上海北横路通道工程等10余项重大工程项目。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于总给大家介绍井字形通道的规划思路、实施过程中的挑战和最终结果。于总，非常欢迎你啊，百忙中来到我们白云说税节目。今天呢，我想跟您谈的就是上海这个井字形通道的方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上海要建设井字形的通道方案？不管从经济、技术、环境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井字形通道的提出。井字形通道的方案提出呢，也已经有20年了。但感到欣慰的呢是，这个方案提出以后呢，一直是按照这样一个规划方案在逐步的实施。在这20年里面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井字形通道规划方案的70%的工作量。井字形通道的最后一条通道，那就是南北通道，是2026年元旦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正式开工了。再过个8年，也许10年，我们整个井字形通道就能够顺利的完成。如果要做井字形通道，第一个要理解就是我们 CBD 核心区的特点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做井字形通道，要充分的把握就是我们原来城市路网的基础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就是我们这次做那个井字形通道，可能不是做平面，也不是做高架，就是要利用地下空间。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地下空间也开始逐步开始热起来，特别是东京宣言就提出了，就是19世纪是桥的世纪，20世纪是高层建筑的世纪，21世纪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世纪。关于地下空间开发呢，就是国际上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当人均 GDP 达到$2000的时候，那么已经具备地下空间开发的一个初始的一个积极进去了。然后达到$3000的话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那么到了人均 GDP $5000的时候呢，是进入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比如说我们以2005年这个时候上海的 GDP 大概是$8800。从经济上来说，应该完全具备进行地下开发地下空间。那么从技术上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很多盾构，具备了那个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那个条件。从发展的那个要求来看，就是我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再说，在 CBD 核心区，浦东是一个新建的地区，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高架。外滩是一个历史风暴保护区，也不能做高架，做地面也没有条件的。我们不管从经济、技术、环境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井字形通道的提出。那么另外呢，就是波士顿的中央大道，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因为中央大道它原来是高架，是59年建成的，到1991年的时候，觉得这个上下60号高架不管用了，对吧？交通拥堵，环境影响很厉害，所以呢也考虑就是把这个高架拆了，做到地下去。那么所以说，利用地下空间解决交通问题是有国际案例的。关于那个波士顿中央大道，其实我很熟悉，它的英文叫 Big D。当初我在上海隧道工作，隧道股份工作，我是想去做那个工程的项目的，所以我还专门为这个去了美国去交流。去交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做内环线的高架，美国人呢在考虑呢
拆掉高架，要走地下，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建筑业啊，还没有像今天在全世界树立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我提出的一些方案呢，就是过铁路的那些湘杭方案的，就是问的问题很奇怪，我也没办法回答了。他认为你们中国的装备啊是质量是不行的，是容易坏的。那但是呢，整个这个过程我是清楚的，他们的中山大道做的不顺利，他的那个预算和他最后做成的决算差3倍。第二个啊，他工程做完以后运行的时候还死了人了，顶上的那个掉下来以后还好几个人车子被压死了，所以这个工程是非常的不顺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抗战8年，他也干了8年。对。京津通道解决 CBD 核心交通也是依托我们整个上海的那个已有的道路规划，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认为呢，就是外滩，要做一个通道。这是京津通道里面的其中一条，是那个南北向的。京津通道呢，我们在整张图上看见，京津通道里面的外滩通道呢是比较短的，对吧？它只是穿越了 CBD 核心区。那么其实呢，在整个规划里面，就它是3纵东线嘛，我就说它最初是上海最东侧的一条纵向的线。我们在四平路上就有2个地下通道。对吧？一个是中山北2路的，一个是大连路的，结合我们轨道交通10号线的施工做的。后来我们在外滩通道向南延伸，在董家渡也又做了一个董家渡地道，所以整条线它是由4个地道所组成的，所以它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快捷的一条快速路，至少比原来以地面为主的这个主干路系统，这个等级是要提高了。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叫东西通道。那么东西通道呢是延安路高架的延伸，最早延安路高架到了外滩以后有个下匝道，然后它是通过隧道越江到浦东小陆家嘴。那我认为从 CBD 核心区的交通来看，一条东西向的通道到了家门口直接出来，对整个小陆家地区的交通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延安路高架到了浦东以后，应该继续向东延伸，所以就有了东西通道的概念。它是沿着那个浦东大道一直到杨浦，过了杨浦大桥。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叫北横通道。北横通道呢也是东西向的，不仅放到地下，而且我们向西进步延伸往虹桥机场方向延伸啊，因为虹桥机场也是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南北通道。因为从上海原来这个图来看，如果没有这条蓝线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上海整个中心城区靠东侧缺少一条南北向的，所以呢，我们觉得有必要规划一条南北向的通道。那么这条南北向的通道呢，就是利用我们一线路在大柏树以后，继续沿着曲阳路向南，然后经过临平路、高阳路到浦东南路，一直延安高路，形成这样一个通道。那么京津通道它的功能是什么呢？主要是解决那个为我们 CBD 核心区服务。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外滩京津通道就有2个通道经过，一个是外滩通道，一个是东西通道，也就延安路高架也是经过。在浦东高架的延伸就是浦东大道，有南北通道，所以在浦东我们也有2条线经过北外滩地区。那我们就有3条线经过，一个是外滩通道，一个是北横通道，还有就是南北通道。所以说京津通道是能够很好服务我们 CBD 核心区。就我注意到哈，您这个井字形通道的这个里边的那个口的里边那个井字里边啊，涵盖了您前面讲的上海几个金融区域的。同时有了京津通道以后呢，我们很多的过境交通就不用穿越 CBD 核心区了，它完全可以从地下走过。所以京津通道既能服务我们 CBD 核心区的道法交通，又能够减少过境交通对 CBD 核心区的影响。我们还提出还要做2个越江隧道，一个是人民路隧道，一个是新建路隧道。为什么做这2条隧道？因为我们的京津通道主要是解决核心区对外的交通。我们 CBD 核心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区域3个区块被黄浦江所割裂，
所以我们还要解决近江交通问题。所以为了更好的联系 CBT 内部的近江交通，所以还有必要再做人民路隧道和新建路隧道。就好比说颈支形是大动脉，然后呢还需要一些毛细血管。我们最早在2005年的9月份，规划局想了解一下当时的规划局的副局长汤志平。那时候我跟他汇报的时候呢，我直接跟他讲了京津通道的概念。他一听以后，觉得有道理，就约那个时候的分管副市长杨雄。所以我记得是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吧，就杨市长就听了汇报。他一听以后也觉得讲清楚了，那接下去呢就是韩市长过了国庆以后就马上安排听。我注意到哈，一旦提出一个领导能够接受的观点啊，这个后面呢这个进展还是很快的。你看2005年9月份，规划局的领导感觉到这个想法好，1年都不到哈，2006年的5月份都已经常委会而且人大委员会都汇报了。就我了解的西方这个社会啊，如果是说这个要提出一个部门，一直要到这个他们的那个体系里边要想能够通过，这个要花很多年，要花很多年。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的就是说，你们通过这个井支型通道还有什么启发？因为这个启发呢，应该还是蛮多的。先谈几点想法吧。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井津通道啊，它是一个以地下通道为主的这么一个工程设施方案，跟我们以往的做那个地面道路、做高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长时间。你说在技术上有多大挑战吗？我觉得也未必，因为土木工程嘛，我觉得是一个经典的、传统的而且成熟的工程。设备能力的提高，我们的管控能力的提高，对吧？包括我们新材料的应用，我们会有一些突破，但是这些突破都是在认知范围内的，不可能有根本性的那种改变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井津通道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它是一个复杂体系，跟我们地面道路、高架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地面道路是在红线范围内去做的一件事情，它是在地面上的一目了然的，而且任何构筑物都不能侵入到你的红线范围的，你就这么做了。那高架也是一样，尽管它抬高了一层，但它也是在红线范围内去做的。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因为它在土地下面，土地下面有什么东西？当然我们可以去了解，但其实它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复杂得多。也许我们这个地下通道需要穿越建筑，也许是要穿越我们的建筑的装置，也许我们是在河道下面走，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精力就协调。我听下来的这个启发里面呢，第一个，因为井支型通道因为是大量的地下工程，所以第一个是一个不确定性。大的方案呢确定了以后，由于这个时间的跨度比较长，到实施的时候有可能。第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是环境的这个复杂，会比你原来规划的想的更复杂，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多了一些建筑，你事先是没有的。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施工的技术也在迭代，也在不断的发展。技术进步也推动了我们实施的可能性，对吧？有些不可能实施的东西，因为我们比如用了新材料，我们设备能力的提高，那我们原来不能做的做了，对吧？比如说我们能够转弯半径，因为我们在已有的那个建筑跟道路下面去穿越嘛，有的时候转弯半径很小，你在地面上不是问题，你在地下你可能就行不通。那我们如何去把原来要求，比如说600米的半径，我们是不是可以改为500米？规划呢是讲大的布局，包括它的功能要求，但设计呢是要把它落地。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设计上，我们更多的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国外可能要面面俱到，可能要考虑什么，但我们一旦你确定以后，大方向确定以后，那我就是怎么简单怎么做啊。比如说北横通道原来走的是那个长寿路，然后到长宁路，但是在我们实施的时候，长寿路上面的13号线已经建好了，就穿到平行的另外一条路上面，包括长宁路也是一样的，长宁路两侧那个都已经建成了。那么如果你在长寿路上面去做那个方案，或者说是出入口，难度很大。
区里面也有意见，那觉得这个压力很大。那既然这样，那很简单，我们就调整线位啊，对吧？我们不走长宁路，走到长宁路苏州河的对岸。我们长宁路不太好走，我们就走苏州河。我们在苏州河走了2公里多的，所以这个就怎么简单怎么走啊。其实我就想呢，跟我们做隧道啊，做隧道工程也有很类似的。我们隧道工程里面有讲到一个叫实施的时候也叫 feedback analysis， 就是信息反馈，就根据实际的情况，你是要调整方法的。所以您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地下空间的规划到实施的时候，不一定是你当初画的这条线，这条线有可能是平移。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让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再见。